你们还记得吗？咱们上回说到啊，这个荷兰政府使了个黑虎掏心，把咱们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手里那个宝贝疙瘩安氏半导体给明抢了。这可是个挣钱的大金牛。荷兰政府这波操作啊，那叫一个快准狠。啪的一下，一纸公文下来，罢免你的中国 CEO， 又啪的一下，股权给我交出来，一套组合拳啊，就把这个安氏半导体从咱们文泰手里给抢走了。荷兰人心里那个小算盘啊，打的是噼里啪啦响。他们想的是什么？我把你们中国人给赶走了，这个公司、这技术、这市场不就是我的啦？以后每年1.3亿欧元的税收不就进我荷兰国库了吗？那你们中国呢？顶多隔着大老远骂我两句，谴责我两句，骂两句又不疼不痒的，这笔买卖啊值。他们以为剧本就该这么演，但是朋友们，咱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，荷兰政府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这2025年的剧本它不按套路来了，这剧本啊彻底跑偏了。这边刚宣布把安氏给抢过去，那边马上就出了一个更魔幻的操作，荷兰政府扭过头来，居然开启求饶模式，要求咱们中国给他们提供豁免。哎，你听听这个词儿，豁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给大家伙翻译成大白话哦，这就好比你冲进我家，把我家的冰箱给抢走了。那抢走之后呢，你发现这个冰箱没电，你回头跟我说，刚才抢你冰箱那个事啊，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的电继续给我用用啊？给我个豁免，让我这个冰箱能制冷啊？哎呦喂，这真是把自己当根葱了呀！你都明抢了，还指望我给你供电？这一下全世界都看明白了，荷兰人这一下抢了个寂寞。他们抢到手的这个猎物啊，不是什么大金牛，它是个烫手的山芋。咱们得说说啊，为啥这个山芋它烫手啊？荷兰政府那边动作是快，但是他没料到咱们中国的反应速度那也很快啊。咱们这边呢，国庆假期啊，估计都还没过利索呢。10月4号，商务部直接出手了。这一出手啊，那真的是打蛇打7寸，挖树先挖根儿。咱们没有跟荷兰去打什么口水仗，没有说，哎呀，你凭什么抢我公司？咱们上法庭，咱们打官司，咱们扯皮，没那功夫啊。咱们选择了一条最直接也最要命的路，叫什么呢？我不跟你抢这个壳，我直接让你手里面的货变得一文不值。怎么做到呢？安氏半导体啊，它最值钱、最能下蛋的老母鸡在哪儿？不在荷兰，在咱们中国的东莞。东莞那个封装基地是安氏半导体的心脏啊，它生产的东西占了全世界汽车芯片市场的12%。你想想，全世界的汽车有多少刹车，有多少雷达，都得用他们家这玩意儿。好吗？中国商务部一纸禁令，东莞这家厂生产出来的这些个成品不准出口了。这一招啊，用老话讲叫釜底抽薪。荷兰人不是天天喊着要保障供应链安全吗？他们抢安氏打的旗号就是这个。咱们中国说行啊，你不是要安全吗？我帮你一把，我直接把这根链条从根上咔给你断了，这下安全了，彻底安全了呀！你手里那个欧洲工厂也别生产了，大家都歇着吧。这下荷兰政府可傻眼了，他们费了牛鼻子劲儿明抢过来的这家公司啊，本以为是摇钱树，结果咣的一下变成了一个负资产，一个每天都在烧钱还不断制造麻烦的大累赘。你想啊，你抢了个全球顶尖的面包房，结果我把这个面粉给你断了，你的面包房除了能当个仓库还有啥用啊？这个消息一出来，那个反应啊跟多米诺骨牌似的，哗啦啦的全倒了。首先呢是资本市场，说白了啊就是股票。10月13号，文泰科技的股票一复牌跌停，为啥呀？因为安氏是文泰的呀。现在安氏的心脏不跳了，文泰这股价能扛得住吗？当天就有32亿人民币的资金从这只股票里恐慌性逃命。大家一看，完了呀，这买卖玩砸了呀，赶紧跑啊！这还只是前菜哦，真正的恐慌在安氏的客户那边。谁是安氏的客户啊？博世、大陆集团，这些都是欧洲汽车零部件的巨无霸，给奔驰、宝马、大众供货的。他们一听，什么安氏的东莞厂不发货了，我的妈呀！这帮巨头立马启动了紧急预案啊！啥叫紧急预案？就是赶紧找下家呀，找备胎，安氏靠不住了呀。有一家德国车企啊，那动作才叫绝呢。以前呢，他们从这个安氏买芯片，一般是仓库里囤个8个礼拜的货就够周转了。这个禁令一出呢，这家德企立马下了死命令，囤货给我玩命的囤，把安氏的芯片库存从8周给我拉到24周。24周啊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囤半年的货，这背后说明什么呀？说明这家德国车企啊，对安氏的供应能力已经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，他们认定安氏完蛋了，随时可能断气。
你想想，整个产业链啊都被迫提高了运营成本，这多出来的钱谁出呢？最后还不是荷兰政府你这个新东家来兜底啊？这个安氏半导体呢，前几天还是个香饽饽，转眼之间就成了市场风险源，谁沾谁倒霉。这还没完，荷兰政府这次犯的最大的错误啊，是他们以为抢了公司股权就抢了一切，但是他们忘了有一种东西是法院的判决书永远也抢不走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凝聚在中国团队手里的生产工艺、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安氏半导体在被咱们文泰收购之前啊是赔钱的，是咱们中国的团队接手之后给它扭亏为盈，把它从一个赔钱货做到了2022年营收23.6亿欧元，把它从全球排名第11一路顶到了2024年的全球第3。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这套打法。那现在呢，荷兰人把这帮中国团队给赶走了。更有意思的是什么？就在这双方对峙的紧张时刻，安氏在荷兰的那些本地员工，他们居然悄悄的给被赶走的中方管理层发邮件，邮件里说啥？我们支持你们，我们盼着你们回来。哎，你看看哦，人心向背，可见一斑啊！连他们自己人都看明白了，没了中国团队，这个公司啊就是个空壳子。所以啊，荷兰政府费尽心机，最后得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金牛，就是一个空壳子，一个烫手的山芋。企业层面的交锋到这儿就差不多了，荷兰人已经是哑巴吃黄连了。但咱们中国这边觉得这个事儿没完，你敢动我企业是吧？行，那咱就上升到国家层面，咱们掰掰手腕。这下呢，中国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，咱们也开始断供了。那如果说之前那个东莞禁令只是前菜啊，那接下来的这招啊，就是一张掀开的王牌，一张直接瞄准荷兰经济命根子的王牌。中国商务部啊更新了出口许可清单，把17种战略矿产给纳入了管制范围。这份清单里啊，最扎眼的是什么？是那些生产 EUV 光刻机必不可少的重稀土和特种矿产。哎，朋友们，一提到光刻机，你想到谁？没错，阿斯麦。全世界都知道啊，荷兰有个国宝级的企业，就是阿斯麦，它是荷兰乃至全欧洲半导体产业的皇冠明珠，是他们的国之重器啊。他们就靠着这个在全世界横着走。咱们中国这一招啊，意图太明显了，这就是在跟荷兰人隔空喊话啊！你为了一个安氏不惜破坏规矩，耍流氓是吧？行啊，那你那个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阿斯麦啊，它需要的粮食现在呢也攥在我手里了。你敢动我的安氏啊，我就敢动你的阿斯麦；你敢卡我的脖子，我就敢断你的粮。这消息一出，市场的反应那叫一个诚实。阿斯麦的股价应声下挫啊，咣暴跌了17个百分点。资本的恐慌就是对这张王牌威力最好的证明，钱都吓跑了。而且呢，咱们的工具箱里啊牌还多着呢，什么人造金刚石啦、锂电池的石墨材料啊，全都给纳入管制。这意思就是我能卡你脖子的地方多着呢，安氏只是个开始。你还想玩吗？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荷兰那边彻底是扛不住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，也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压力，而是因为冰冷刺骨的经济现实。截至10月15号，安氏在欧洲的那些工厂手里面的原材料库存只够维持14天了。2个礼拜之后，如果东莞的货还不过来，那欧洲的工厂就得全面停工了，机器停转，工人就得下岗。荷兰政府本来想抢个金饭碗，结果呢，自己亲手点的这把火啊，马上就要烧到自家房子了。他们精心策划的这场法律伏击，在经济账上已经宣告了彻底的失败。朋友们，这个安氏事件啊，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闹剧。荷兰人想干嘛？他们想把这个法律当成武器使，想精准打击咱们。结果呢，他们这把精心磨砺的手术刀啊，最后割伤了自己握刀的手。他们以为自己切的是个小肿瘤，结果一刀下去啊，才发现，哎呦喂，切到大动脉了。这也是啊，也给全世界提了个醒啊。现在这个地球村呢，大家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谁也别想单挑。你想耍流氓，想明抢，想玩规则，对不起，你得先掂量掂量，你自己兜里那点粮食是不是也得从别人家买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